都被骗了。公元1999年9月9日，我们打开了潘。1号，请迅速撤离。请1号，请迅速撤离。125年后，太平洋某处，蓝星联邦高危冲突区域 AS-736区。 这次要让他们长长记性，736是我们的。敌机完毕，别被高空掩护我，干得漂亮！哈哈，继续开火！围朝尾，压距离，走起！往后！ 高能电磁轨道炮准备。收到，反物质对撞动力炉许能10%。反物质对撞动力炉许能60%。目标锁定，准备投放。反物质对撞动力笼蓄能80%。检测到有高速物体靠近，启动神盾系统准备拦截。 速度太快，无法锁定，已达12马赫，不对，18马赫，无法拦截，无法拦截！开启防空火炮。快拉升，不仅要失速了，不！快拉开腿！结束了，这一个撞击！AST-36区争分双方的愚蠢，战争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此次战役完全是 B 国率先挑起的，他们第一时间开炮。诸位，现在不是讨论战争的事，而是这次从海底释放出来的那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毁灭与杀戮，这是东方的黑龙。这条黑龙刚出现就吞噬了两方全部舰队，来者不善。黑龙在龙国有着他们的传说，我们需要从龙国那里才能获取这个生物的资料。诸位，这是有关黑龙的神话介绍。不过，据我们所得到的最新消息，面前这条黑龙它并不是龙国神话之中的生物，它是外星科技，用来摧毁地球上一切文明的战争机器。
顾清寒，顾教授，世界顶级生物基因科学家。他于120年前调查坠龙事件，接触到外星古文明科技，并自身深受其害，冰封100年，现在还在接受治疗。而他的调研内容中就有黑龙的信息。警报！特级警报！黑龙古生物目前正对北大陆沿海发动攻击。你锁定黑龙所在位置，所有武器开火！妈的！谁能告诉我，灾难级生物，这还是碳基生物吗？核武！核武！快用核武！我提议使用核武。我附议。 100公里，80公里，10公里。怎么回事？卫星信号受到干扰，无法接通。查看还有没受影响的信号源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是一个未被海啸波及的高级之战。 赶快把信号接入！那可是核弹！ 核弹，这和蚊子咬大象有区别吗？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我们没有选择，唯一的办法是请顾清寒教授出山，担任消灭黑龙的总指挥。在此期间，全球武装力量都归由顾教授总指挥。找一个根本不懂战争的学者来指挥全球武装。林清雪上将。 我没听错吧？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？况且顾清寒教授可不是那些只懂纸上谈兵的家伙，他的战斗力可不亚于你们新国16个重装合成旅。这是战争，这是战争！林清雪上将，我想提醒你，这不是你在过家家。请不要给我谈战争，因为我也是军人。我知道战争的可怕，我更知道选错主帅的代价。我不会拿将士们的性命去赌。 更不会拿全球人类的命运去赌，而且你现在也没有更好应对黑龙的办法。再让黑龙这样自虐下去，全人类都得完蛋。与其这样争执不下，我们不如投票吧。我同意。同意。该死的林清雪，该死的顾清寒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总指挥与指挥权只能属于我们新国。好。 我马上邀请顾教授出山。我宣布，1999坠龙神秘事件档案正式解封，特种小队紧急集结，代号囚龙。
林将军，我们不是来接顾清寒教授吗？这清冷的海面，顾教授不可能会在这里吧？难不成你想和我来个约会？这是监狱。龙国上将林清雪，没想到有生之年，他们还是出现了。林将军，这位就是顾教授。顾教授，这位是联邦派来协助您的上将奥特莱斯，他是第一次见到您，所以有所失态。走吧，我去会一会这头畜生。顾教授这边请。他身上这是龙鳞。哟，我牙孙儿哟，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，这是多大的行动啊！注意纪律，别瞎咧咧。头说了，一会儿有大人物要来。锤子哟，好大嘛，一走了，毛都没见到一。我牙刷好大！见过首长。这是顾清寒教授，囚龙小队所有人听他指挥。是，首长。林将军，我觉得全军总指挥交给顾教授有欠考虑，毕竟教授擅长研究而非军事行动。你觉得呢？命令囚龙作战小队启动装甲模式，坐标西北方向2栋2战斗队形搜索前进。是。囚龙小队，准备出发。收到。莫挂了，5分钟解决战斗，回来吃火锅。奥特莱斯上将，全军听从顾教授指挥，这是最高指示。如果您有异议，可向联邦反馈，但现在不要阻拦军令实施，否则我有权对您进行军事管控。不过是一个破教授，我可是联邦的上将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将全军交给一个从未指挥战斗的人来统领。顾教授，黑龙创造了一个小东西，破坏力蛮大的，交给你们练练手，也算是提前训练你们未来的战斗方式。什么？黑龙创造了第一个眷族？那要是再给他时间，整个海洋将成为黑龙的领地。散开！
重新组织战斗队形。收到，收到。老虎！稳住，别乱，组建绞杀阵型。收到。这家伙发狂了，执行斩首计划。他的控制中枢在大脑上。大杨，来个配合。收到。头，没事吧？头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呸呸呸！我还没死呢，嚎什么丧？我操，还有个大的！操的，出门没看皇帝吗？他娘的，甩不掉啊！队长，现在怎么办？往各个方向撤离。能活一个是一个。收到。大杨，清空弹药，掩护大家撤离。收到。吃鞭炮吧你！大杨，惹击天行2号作为诱饵，你跳伞，注意隐蔽。收到。黑龙要来了。接下来是我的战场，交给我吧。他是个怪物！怪物！不，他是英雄。大杨听到请回答。大杨听到请回答。队长，我没事。大爷，赶紧开船走吧！我才39，你叫鸡毛大爷！鸡毛大爷，快跑吧！臭小子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
昂队长，辛苦了。将军，幸不辱命，巨型章鱼已击杀。但是这黑龙，后面就交给顾教授了，我们走。同类的气息，为何斩杀我的眷属？杀他只为逼你现身，我真正的目标是你。原来是堕落者，你该死！难道你就只有这点手段吗？海啸，你难不成还以为用水能把我淹死？王八，你找死！顾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那条黑龙死了。顾教授，根据联邦决定，需要您佩戴这副可以限制您基因变异的基因锁，安全起见。靠上吧。放心了，给我一个房间，我需要休息。地底远古生物黑龙已被顾清寒教授斩杀。诸位，安静一下，我这里有张照片，诸位看一下。顾清寒利用基因技术打破自身限制，获得超凡力量，成为黄金巨龙。其造成的破坏力比黑龙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它有可能是人类更大的灾难。奥特莱斯将军，
黄金巨龙状态下的顾清寒教授是否可控？这种情况我无法判断，但能确定的是，兽化的顾教授很危险。我能感觉到，他对我有敌意。感觉，奥特莱斯将军是凭感觉做事的。你们可别忘了，顾清寒他刚刚斩杀了黑龙，救了全世界。林清雪上将，你可以保证顾清寒教授不失控吗？你能为全人类的安全负责吗？我相信顾教授不会做出伤害人类的事。龙国成员，多说无益，投票选择吧。针对顾清寒兽化情况，我提议将其所研究的基因资料全世界共享，对其本人进行监禁。若后面联邦证实顾清寒无危害，再将其放出。故意。又是要监禁吗？人类啊！不过，用我研究出来的基因锁能锁住我吗？吞噬完黑龙，我的基因更加完善。我好像感受到了另外一个龙系。这次出世的可是完整体的龙族，绝不是黑龙能相比的。顾教授，冒昧进来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对不起，顾教授，联邦还是决定将你囚禁在海底。我早有预料。不过你放心，龙国上层对你的事非常重视，很快就能将你解救出来。你们与其提防我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黑龙死后，它残留的血液气息必然会造就一部分眷属。眷属？也就是说，海底鱼兽将会变异。此次大战，我的力量全部耗尽，需要休养。这件事太严重了，海兽变异，我需要将此事上报联邦。林清雪将军，如果你此次连线还是为顾教授求情，那大可不必。众议员都很忙。我不是来求情的，我得到情报，黑龙死后所留下的血气息会导致海底生物变异，如同我们击杀的八爪章鱼一样。你的情报我们会核实。但是，哼，这多半是林清雪将军受顾清寒蛊惑，拿变异来说事，以体现它的作用，从而解除对它的囚禁。世界没有它就转不了，别说是否有生物变异，即使有，我们各国也有实力将其消灭。哈哈哈！各位议员，根据卫星所拍摄出来的资料，发现海底生物发生变异，并且它们已经开始攻击海岸线。目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，貌似是西方海岸线。什么？什么 ？fuck！这群该死的变异兽，他们进攻的是我的国家！反击必须反击！军队呢？军队在干什么吃的？快组织军队反击！重火力覆盖！顾清寒，他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把黑龙尸体打捞出来给我们研究？他是罪人！罪人！顾教授，你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，海底果然出现了变异兽。是不是那群高傲的外国人不相信？即使真有异兽变异，他们觉着自己有能力解决。我建议你现在去一趟，趁他们还弱小时消灭他们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林将军，你不会真的要去吧？他是个怪物，他说的话我们不能相信。不相信他，难道我要相信你吗？奥特莱斯将军，
你最好祈祷这次异兽我们能清理干净，不然你可能真就要去见你的上帝了。请求火力支援，火力支援！子弹无法对海兽造成伤害，请使用炮火完毕。什么？你们往深海里面投放了核弹，海兽没死，还变得更强了！你们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！什么？脑子进水了吗？海岸都要守不住了，还有功夫管深海？他还是来了。龙国自诩为龙的传人，海底黑龙现世破坏世界。然而，龙国生物学家顾清寒却能化身为龙拯救世界。我国不得不怀疑，黑龙的出现是不是龙国自导自演的生物武器危机？我国因此遭受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，理应由龙国作出赔偿。罪而小国我，龙国议员霓虹议员此言有理。若你们拿不出相对应的证据证明此事与你们无关，这损失确实需要你们赔偿。龙国议员，若你拿不出证据，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你们的清白。只要你将顾清寒交给我们，由我们各国一同拷问，定能证明你们的清白。哼，给我们身上泼脏水，也不看看你们的分量；想要我们的顾教授，也不掂量掂量你们的实力。妄想！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龙国不可能放弃顾清寒教授，也不容许你们凭空污蔑。粗鲁，太粗鲁了！你们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我的国家，我的国家 ！fuck， 混蛋！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国家？给我查！这条火龙它是怎么出现的？我要它死！这条火龙是在新国诞生的。这么说，我龙国有权怀疑这是新国的生物武器喽？霓虹议员，你怎么看？龙国议员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当小弟的还敢指责自己的大哥吗？霓虹议员，你现在还敢说龙是我国的生物武器吗？还是你认为我龙国能悄无声息地将这么大的火龙秘密运往新国？若真是如此，这说明是我龙国强大，还是新国无能？龙国议员，此事暂且不提，先看看火龙究竟去哪里了。根据卫星推测，火龙正向东方前进，预计1个小时到达霓虹国。纳尼？不，还有救！快去请顾清寒教授！感受到了我的气息，来找我了吗？即使你是完整体，若敢犯我龙国，必诛！拜托了，龙国议员，请您务必将顾清寒教授放出来，只有他
才能解决这次危机，解救全人类。顾清寒教授为什么被关押，在座的诸位都很清楚。现在不怕他失控危害全人类了吗？而且，我龙国目前还有制造生物武器的嫌疑，姿势体大，不好决策。龙国议员说的对，顾清寒需要继续关押。新国议员好盘算，你是不甘自国受了损失，想要拉他国一起下水吧？我解除禁令，恢复其自由。我服役。我同意。我一票否决。诸位，你们别忘了，顾清寒他也是一条龙。八嘎新国议员，你不能对我霓虹国的安危无动于衷啊！火龙降临霓虹，对我们霓虹子民来说是一场天大的灾难。一切以联邦规则为准，以全人类命运为先。你。又见面了，清雪将军，这就是缘分。感谢你愿意与我一起抗敌。奥特莱斯将军，你我之间并没有那么熟，而且我龙国出兵是为了提前累积与海兽作战的经验。林将军，不要这么冷漠嘛！你我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，你我都是为全人类做事。我竟不知奥特莱斯将军是在为全人类做事。若非你出言挑拨，局势也不会恶化到现如今的地步。这里是我军指挥所，还请您出去。林清雪，你什么东西？首长来信，最高指令：火龙现世，逼近我国，即刻率部返回备战。联系顾清寒教授，求火龙应对之法。我们正向联邦交涉，定还其自由之身。太好了，顾教授很快就能获得自由。命令全军转向，目标我国领海，出发。第一舰队已转向，第二舰队已转向。林将军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命令全军返航？奥特莱斯将军，我执行的命令是我国最高指令。你明明知道西方沿海岸有许多人正遭受海兽攻击，等待救援。对贵国遭受的灾难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我相信奥特莱斯将军能够应对。将奥特莱斯将军请下去。混蛋！可恶的龙国女人，粗鲁！打开。不必，这是我自己要求套上的。因为体内的力量吗？所以需要这样做。林将军来此，是因为火龙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他来找我了。顾教授，你既然知道火龙，有对抗他的办法吗？大概在10万年前，外星生物降临蓝星，为扼杀蓝星文明，
他们留下4大生物武器，也就是4大龙王。黑龙和火龙，你已经知道了。那剩下2条呢？其中1条早已陨落。这涉及1999保密协议，我不能与你细说。剩下的1条叫烛龙，他的实力更强。他会威胁到人类文明，应该尽快找到他，将其斩杀。可真正威胁人类文明的并不是这4条龙，而是他们遗留在这世间的力量。当他们出现时，就意味着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，人类要做出选择。人类要做出什么选择？龙是外星生物武器，人族或许也是。人与龙之间有着相同的基因序列，当人体的基因被解锁，进化之路由此开启。是追寻力量成为人眼中的异类，还是甘心做一个普通人？人性经不起试探，我又何去何从？罢了，今后的路只能由掌权者来做出选择。这就是顾教授说的力量，太可怕了。人真的甘愿做普通人吗？林将军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看见我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吗？没有。走，回去吧。顾教授，海底监狱根本关不住你，对不对？您究竟在害怕什么？火龙袭击龙国，我该怎么应对呢？一只刚刚苏醒的畜生而已。若不是我需要炼化黑龙龙珠，我必将你斩杀。火龙行踪已追踪，投放大屏幕。定位火龙现在所在位置，东海，距离霓虹国15公里。走啊，快走啊！到龙国去，别靠近我的国家。只有我们能将火龙驱逐，我们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。火龙，
下一次出现会是在哪儿？你家为什么不是龙国？他该死，怎么会返回西方？折腾累了，总要回家的。根据火龙的速度，预计3个小时后降临星国。不，他不能来，他不能这样。我提议，立刻释放顾清寒教授，世界需要他，人类需要他。谁敢反对，就是与星国为敌，与全人类为敌。顾教授，打扰了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顾教授，我这次来是告知你，联邦如今已经解除了对你的限制，你现在自由了。我猜测铁链锁不住您，但您这也太容易了吧？以我的实力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控制我。我之所以囚禁于此，是为了消磨我体内的戾气。顾教授，我对1999保密协议非常好奇。您不是说人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吗？但是你告诉我有哪些选择，又为什么要做出选择？既然你想知道，希望你别后悔，因为知道的太多，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。那是在这是什么实验？我们已经被隔离3个月了，连实验对象都没有看到。我们的时间很宝贵，我还有很重要的研究。诸位教授久等了，诸位也看到了，因环境特殊情况，我们需要在海底构筑足够安全的生态系统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的研究对象在深海？我的天哪，世上真有龙！诸位，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，龙。我们不知什么原因，它突然死亡坠入深海。为此，国家花费巨大物力，在海底打造了这一个深海研究所。顾教授，你做噩梦了？或许是没有睡好。听说你们那边有重大突破，今天即将公布。没错，顾教授，你知道吗？这只龙它是宝藏，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宝藏。根据我们的研究，龙血能够促进人体基因进化，获得超凡能量。只要龙血同化人族血液，人在速度、力量、反应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将能够打破世界纪录。是吗？真有这么神奇？我们有过大量实验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，而且获得超凡力量后，人体基因依旧处于稳定状态。具体情况，顾教授你待会儿参加我们小组这次的公布大会就清楚了。我分析完我手里的实验数据，我一定去。顾教授，我等你。不对，不对，不能进行实验。龙血进化和癌细胞分裂一样，最初稳定分裂，但到最后会以指数性速度分裂，吞噬人类细胞。基因突变后，最终结果是生物基因消失，龙族基因占据上风。这不是进化，这是污染。公布大会即将开始。龙它不是蓝星产物，它来自蓝星之外的科技，它的目的是破坏蓝星生态系统。不能进行实验，龙必须进行隔离，不能让它接触任何生物。生物污染警报，隔离程序启动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顾教授，我们研究错了，龙族基因具有欺骗性、突变性，它就像是生物武器，我们都被骗了。龙族基因突变，它将会蔓延全世界，我们是人类文明的罪人。龙族它是外星科技的产物，它最底层的基因逻辑是毁灭蓝星生态，灭杀蓝星一切文明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刚从整理资料上分析出基因底层逻辑，可是报告现在才出来。我们早就接触了龙血，
我们最终都难逃一死。不，还有希望。我们小组研究出龙珠是龙力量来源，它或许可以改变。龙珠在里面实验室，顾教授，你去。实验记录：当一种生物开始异变时，它产生的气息会引导其他生物加快异变过程，起催化作用。龙族底层基因还有一条逻辑：所有龙血污染生物都是龙王眷属。权限确认，防护解除。拼了！1999海底坠龙研究造成超3000名科学家死亡，15000名战士死亡，全研究所仅1人存活，研究以失败告终。该研究结果危害全人类文明，即日起彻底封禁。所有知晓1999坠龙事件人员全部签订1999保密协议，协议等级 SSS 级。我继承了龙族部分产业，世上还有3条龙王存在，他们的目的也是毁灭全蓝星。蓝星现如今的科技水平无法面对任何一条龙王，我需要将自己封禁，等待他们的出世，以残破之躯与他们同归于尽。顾教授，我替全人类感谢您为世界做出的贡献。这就是1999保密协议的内容。我们原以为可以改变全世界，可我们却差点毁了全世界。我以为我会和黑龙同归于尽，如此我也算是解脱了。但没想到他因意外而苏醒，实力未曾到达巅峰，被我斩杀。或许是命中注定，我还能再有点作用。若非你们及时发现，用生命阻止，或许现代文明未必能发展这么顺利。自我安慰的话罢了，我早已看淡。若非剩下的龙王接连出世，我也不会离开这座监狱。世间再也不知道有我顾景寒这号人。顾教授，何必想那么多呢？尽人事听天命。走，我先带您出去。顾教授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如今火龙盘踞在西方大陆，不愿离开，西方民众日日担惊受怕，只有您才能拯救他们。奥特莱斯将军，我们不熟，请不要靠我太近。该死的东方猴子！等火龙事情处理完之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顾教授，你真幽默，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老朋友见面哪有这么生疏的？我本不想和你这种垃圾交流的，可你一直在得寸进尺，那我不收拾你，你岂不是觉得我是个废物？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你太小看龙族的力量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之所以没收拾你，是不屑和你计较。林将军，这就是你们龙国的待客之道，你可别忘记了，他为什么能被放出来。奥特泰斯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顾教授被释放，不是你们星国求来的吗？你看来一巴掌不能让你长记性。奥特莱斯，这里是龙国，不是星国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再有下次，可不是一巴掌那么简单了。来几个人把他送到医务室，好好治疗，只要人不死就行。林将军还真是善良啊！要是我，任由他在此自生自灭得了。您顾教授是无事一身轻，但我不行啊。身为龙国上将，当以国家利益为重。
虽然我也看奥特莱斯不爽，但是他毕竟是新国的将军，无缘无故死在我这里，我可不好交差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用化龙的实力又如何？我国已经着手研究变异生物的基因，等我获得超自然力量后，我一定要你们生不如死。接下来去哪儿？需要我去将那条火龙杀了吗？你能将火龙给杀了，你会不会有危险？如今我体内的力量已经可以掌控，火龙对我威胁不大。首长并没有指示，暂且不动。但是关于你说的1999坠龙研究细节，我觉得需要汇报给首长。你的故事不应该被埋葬。无妨，有些问题确实无法回避，他们也应该尽早做出选择。多谢顾教授理解，多少年没吃火锅了。走，我请，聊表感谢。顾教授，官方已经向普通人公布龙族的存在。意料之中，毕竟火龙造成的动静太大了，即使官方出面隐瞒，普通人知道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。奇怪，为什么火龙回到新国之后就没有动静了？新国也未对火龙展开军事行动。糟了，我忽略了一件事，人类可以利用龙族的血液基因来改变自身的能力，那龙族为什么不可以？这不可能，人类是高阶文明。怎么不可能？既然其他生物可以成为眷属，那么人呢？同样可以。火龙是个智慧生物，有了人类基因样本，同样可以将人类纳入眷属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投靠了火龙，出卖了人类的基因库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这哥们儿是吹牛吹大了，喝多了吧？啊？什么龙族，什么基因？你以为你谁呀？就是，天塌了有红牙顶着，还能轮到他？哎，挺漂亮的一个女生，没想到被一中二人给忽悠瘸了。事关重大，你尽快向上汇报，我得立刻前往新国，提前将火龙治杀。哎呦，屠龙勇士出来了！我操，奇猛了，出现幻觉了，还真有超人。他飞，乖乖，果然年龄大了，什么都能遇到。喂，是我，以最快的速度安排人来接我，我的位置是。首长，外面已清场，直升机已叫位，请您指示。登机。是。我勒个乖乖！我今天看见了什么？这够我吹一辈子了！我操，那个女娃子也不简单啊！一个电话竟然能调动直升机。这火锅店怕是要火哦。现场不允许拍照。首长，顾教授透露，龙可以眷属生物，有可能包括人类。眷属的生物能够获得超凡力量，但容易丧失理智。顾教授担心火龙已将新国纳入眷属，现只身前往新国斩杀火龙，请首长指示。令你部舰队即刻前往新国驰援顾教授，有任何情报第一时间汇报。是，首长。命令全军风速听进，目标新国海域。收到。顾教授，希望你的猜测是错的。这是我的领地，你禁止踏入。果然，完全体就是不一样。你
你的血脉不纯，不配与我对话，从我的领地滚出去！废物，你跑得掉吗？你不是很牛吗？再来啊！有这些即将成为我眷族的人类协助，只要你敢踏入大陆深处，我必取你首级。看来火龙已经和新国官方勾结在一起了，不能冒进。万一他们使用超武核弹，死的就不是我一个。火龙能喷火，黑龙能控水。按道理来说，我吞噬了黑龙，应该也能控水。而且黄金龙应该也天赋尚未挖掘。火龙，等我将2颗龙珠彻底炼化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奥特莱斯，怎么会是你？林将军，怎么不会是我？难道我就不能代表新国与龙国进行军事联谊？好香啊，林将军！这次见面，不知为何我感觉你非常诱人。流氓！林将军不要介意，我可是个绅士，鄙人只是单纯想夸夸你长得漂亮。奥特莱斯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想和林将军共度春宵啊！警戒！林将军，现如今的我可今非昔比了哦，就凭他们手上的东西，可奈何不了我。我说了，这些东西奈何不了我。保护林将军！队长，林将军，你如果不想这些战士全部死在我手里，最好束手就擒，否则……你融合了龙族的力量，你成了龙族的眷属。林将军看来知道的不少啊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，林将军，我就感觉你格外诱人。手掌闪开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找死！既然你们找死，
那我就将你们全杀了！以牙拼了！住手！你要是敢杀他们，我就自尽在此。林将军，你别冲动，只要你跟我走，一切都好说。林将军，龙国只有战死的士兵，没有投降的孬种。这是命令，放弃抵抗，放了他们，我跟你走，否则我宁愿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林将军，请。首长，打了一辈子仗，就没今天这么憋屈。首长被抓住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立即将这里的情况上报。林将军被奥特莱斯抓走了，新国将领已经有人变异。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我们新国军方的实验室，就是用来研究龙族超能力的。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吗？因为我是超能力者，我怕你承受不住我的力道，不能让我尽兴，所以我决定将你也改造成火龙的眷属。疯子！你这个疯子！你已经完全被龙血姬污染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！人？做人有什么好的？做人就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。多少人梦寐以求能够获得超能力，而我唾手可得。你真疯了！你把我抓走，你不怕被顾教授知道吗？以他的能力，杀你易如反掌。你说顾清寒，他早就来了，只可惜他被打败了。如果你想他来救你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他。没想到龙的血液竟然能够改造人的身体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将龙收为奴隶，我要成为新世界的王，而你将是我的王后。把王后带下去，注入火龙的血脉，你们将见证王后的诞生。疯子，疯子，我才不要成为你的王后！试验对象已陷入昏迷，注入龙血。龙血注入成功，查看实验对象生命体征。实验对象无任何生命体征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注射龙血后没有任何反应？可能是龙血量少的缘故。给我继续加注龙血，一定要让他活过来，听见没有？2次注入龙血。研究对象没有反应。我的王后怎么样了？奥特莱斯将军，我们注入了大量龙血，可是他身体没有任何反应。但是我们检测了他体内的龙血浓度，龙血确实已经被身体吸收了。龙血吸收了，为什么还没有苏醒？可能王后已经身亡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都给我滚出去！
林清雪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知道你是装的，你就是装的。好，你胆敢不听我的命令，那我就将你们龙国的战士全部杀死。原来如此，只有将龙珠彻底吸收，才能觉醒天赋神通，掌握元素之力。真不知道外星生物他们是如何做到将这力量存在体内，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？黄金龙拥有雷电之力，黑龙有水元素之力。如今元素之力觉醒，我能将火龙碾压。好强的力量！这下我与火龙决战时，即使有炮弹袭击，也对我造成不了干扰，甚至凝聚元素护盾，也有可能承受超5核弹的攻击。火龙，准备受死吧！顾教授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龙国军舰竟然布满兴国海岸线。林清羽上将3日前被奥特拉斯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清楚！奥特拉斯获得了异能，能够兽化，子弹打不穿他的身体。他以2国军事交流名义登舰，用我们的生命威胁林上将跟他走。顾教授，我军奉命包围兴国海岸线，首长已经在和兴国进行交涉放人。如若不然，我国将采取一切措施营救林上将。兴国奥特尔斯，你们已有取死之道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竟然以军事联谊名义偷袭我军上将林清雪！你们这是要与我国开战吗？其中定有什么误会？我国并没有偷袭逮捕林清雪将军的行动，麻烦给我一点时间，马上查。不必。我们已经掌握充足证据，人已被奥特莱斯抓走，成为火龙的眷属。诸位请看。保护林将军！你要是敢杀他们，我就自尽在此。兴国议员，我不知道你们兴国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据顾清寒教授研究，以龙族血脉获得强大力量之后，人性将会丧失，最后成为只知杀戮的怪物。什么？龙国议员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算计，但你们要知道，龙血打破的可是人族基因链，以此获得超能力。所有超能方向都不可控，所有异变之人都将不能生育，人类将走向灭绝。你们搞什么研究我不管，但我龙国之人不可碰。兴国议员，我给你们30分钟时间，立刻释放我国林清雪上将，否则我国将采取一切军事行动。兴国非法囚禁大国重要人员，我提议联邦对兴国执行军事打击。奥特莱斯，火龙，你们给我出来！今日我必斩杀了你们！无自量力，
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猎杀时刻。该死！你为什么非得置我于死地？你也算半个龙族，我可以与你共享这片领地。我说过，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弱者，你连与我同归于尽的资格都没有。顾清寒教授，我军无意与您为敌，来此乃是剿灭奥特莱斯叛军，还请行个方便。剿灭叛军，兴国来的还真及时，早不来晚不来，我们倒要看看你们打算怎么剿灭叛军。文道器，一个横冲直撞的，小心装在试管舱的尾箱。文道器，文道器，你倒是把后面冷王星的扁族家伙赶死噻，摔都摔不通。先激活，干掉那个大块头。收到，头，给这个变种玩意儿一个大的。干得漂亮！小心！快，全速撤退！梁，我断后，你无论如何也要把试管舱带回去，这是命令。队长，林清雪被救出去了，兴国够狠，为了对付我，连自己的子民都不管了。核弹的威力真强，以我的实力或许能硬扛核弹，但有陨落的风险。
龙族血脉只是基因突变的催化剂，现在加上核弹辐射，一切都开始朝未知方向发展。人类的文明之战，终究还是开始了。林清雪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容乐观。林将军尚未苏醒，我们检查他的身体状态一切正常，就是意识无法苏醒。这种状态我们从未遇见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。原来如此，林清雪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你们先出去，我来给她治疗。你能治疗？我需要请示一下。我等你。好的，好的。听从顾教授安排，我们都出去。没想到你也走到了这一步，竟然被注射了龙族血液。幸好你和我一样体质特殊，冥冥中自有定数。是我告诉你1999保密协议，没想到你最后也要成为和我一样的存在。拥有3头龙王的心头血，能否促进你进化？一切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希望你能够坚持住。进化之路充满孤独、空虚、寒冷。冰元素，难不成林清雪和我一样，即将成为龙王？他的身体正在觉醒，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这是哪里？这些泡泡是什么？龙族，呵呵，不过是我等用蓝星物质制造出来的武器罢了。蝼蚁安敢撼天，待无将士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原来顾教授身上背负了这么多，若不是他，100年前世界就已经毁灭了。顾教授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外面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整个大海突然结冰，我们已经上报了，等待救援。我们正在返航，正常时间3个小时到达。现在大海被冻住，归期为定。辛苦你们了，林上将他没事了。太好了，只可惜奥特莱斯跑了，不然我非得让他尝尝我的等离子榴弹炮的威力。不急，总有一天我会宰了他。好了，返航。顾教授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2招就将海水融化，这简直就是奇迹！这个您能教教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强？适合我的未必能适合你们，得到什么必须要失去什么。现在我们站在一起，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没了，站在种族的立场上，或许我们就是对手了。醒了。清雪，清雪，醒了。
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记得我不是被奥特莱斯给抓走了吗？我被注射了龙血，我没有死，我会怎么样？冷静，你没事。怎么会没事？我没死，我会变异，我会失去理智，我会伤害其他人。杀了我！你不会死，也不会失去理智伤害其他人。所以会变异。你被奥特莱斯注入龙族血液，为了救你，我将我的心头血注入了你体内。现在的你不再是人类了，你和我一样，成为了半人半龙的存在。您把自己关在海底监狱，就是为了防止能量不可控的一天伤害别人。顾教授，我想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们的身体可以在龙族与人族之间切换，但我们的基因因为龙血已经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改变。或许有一天彻底失控，我们会站在人类的对立面。不会的，你能在海底监狱坚守100年，我一样可以。海底监狱也不是100%的保险，但你有办法。确实，我在自己体内埋了自毁装置，与我意识相连，只要识别到我要攻击人类，就会自毁。挺好的，给我也来一个。不委屈，不觉着亏。委屈什么？不用在海底监狱待着，还能多活几年。比起您，我赚了。您呢？不觉着冤，不苦吗？苦如何？不苦如何？冤如何？不冤又如何？毕竟早在100多年前，我就应该死了。看着这么算来，我也赚了。既然活了下来，被命运选择了，那就选择命运。林将军，感受一下你身体的力量，我教你怎么掌控它。不必说话的那种在。这就是龙族的力量，好强大！没想到我不仅能在天上飞，还能在海里呼吸，这也太神奇了。他的强大不止于此，气沉丹田，游走百穴，心碎异动。风。在这里，在林上将，你着急了？顾教授，你也着急了？首长好。首长好。哎，你们来了，快快快！这家火锅店味道还不错，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。首长，
我……哎，出门在外，首长称呼可不方便。而且此次我出来不谈工作，你们叫我老刘就行。是首长，不，老刘。顾教授，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，我对你可是神交已久啊。1999保密协约我看了，我着实没有想到，为了守护这个秘密，你竟然甘愿几十年待在海底地牢里。我向你致敬。首长言重了，这是我的使命。使命，好一个使命！你受苦了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关于你们体内龙族血脉的事，组织开会讨论。你们体内有龙族的血，那又怎样？你们的魂是龙国魂。一个为了守住秘密，在海底监狱待上100年的人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一个我龙国上将，层层历经组织考验的人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首长，太谢谢你了。你们有任何困难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定然不留余力地支持你们。首长，您和国家对我的认可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这说明我做的一切都有意义。首长，关于龙血，不仅可以打开人类体内的基因枷锁，它还会侵染任何生物的神智。当感染龙血者超过一定时间后，最终都会丧失理智，成为只知道杀戮的生物武器。我建议一定要严格核查龙血感染者，因为当他们丧失理智后，对于周边的普通人来说是极大的威胁。我们该如何选择？是顺其自然进化，还是冒险一搏，走上基因突变进化之路？后者进化者实难存一，幸存者也需要经过长时间消磨体内力气才能正常生活。你说的这事儿，我会慎重考虑。我这次来，主要是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忙。如今龙国境内存在异能者作乱，此事我想交给你们处理。清雪已具备龙王实力，由他在军中挑选精英，眷属他们之后实现进化，组建超能小队，处理龙国境内超自然现象，绰绰有余。此事可行。那我需要进入海底监狱，压制体内戾气。最后一尊龙王即将出世，我能感觉到，他就在东方喜马山，他是龙族的终极形态。我得为此做些准备。还有一尊龙王，还是在龙国境内，姿势体大，我得先回去一趟，事关民众，不容马虎。你们继续，账我已经结了。顾教授，必须回海底监狱吗？最强的龙王就在东方，卧榻之地岂容他人酣睡？那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戾气？你体内的戾气都被我吸收了，自然没有。觉醒龙族血脉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副作用？有，龙族血脉里面有龙族基因，当你的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，会触及底层基因代码，毁灭蓝星。我想打断一下我的基因锁，将它重组。既然人族基因会朝不可控方向变异，那么龙族基因锁打破呢？会不会一样？会死吗？最后一尊龙王很强。发现目标，攻击！全部退下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龙血剥夺。
拿下。将他带走，查出他体内龙血来历。所有人散开，全面打扫战场，排查每一处巷口死角。是。奇怪，这变异人认识我，怎么看见我就跑？追！是。我是好人，你们为什么要追我？你要是好人，为什么要跑？束手就擒吧，我不杀你，但你得跟我们走一趟。身怀龙血，随时都有可能失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你身上不一样有龙血吗？我们都是同类。今天你因龙血杀了我，难道就不怕哪一天你也像我一样吗？龙血剥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你不放过我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等一下再接。他变异的方式，我有些熟悉。我倒是想要看看他会逃往哪里。将军，我遇到林清雪了，我好不容易从他手里逃了出来。你说什么？林清雪还活着？在哪里？你在哪里看见她的？蠢货！你把敌人都引过来了。奥特莱斯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我的王后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呵呵，我的王后，你的脾气还是如此暴躁。你难道忘记我的实力了吗？我劝你识相点，乖乖到我怀里来。奥特莱斯，没想到你逃到龙国来了，竟然还敢如此嚣张。你是不清楚如今的形势吗？龙血剥夺。你所倚仗的不过是龙血罢了，没了龙血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龙血，我的力量！他是新国上将奥特莱斯，作恶多端，与恶龙勾结，就地正法。超能者，不对，这是眷族，你竟然成为了龙王！奥特莱斯，看来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只可惜，送他上路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！自作孽不可活。首长，剩下的这名感染者如何处理？将其关入感染者囚禁营，审判他感染后所做的任何事，但凡触犯过我龙国条例，就地格杀。
好强大的气息，果然是最强龙王，一苏醒便自动让龙珠感应。好霸道的龙王，他在召唤我，让我臣服。A 组已交位，请指示，重复，请指示。原地等待，重复，原地等待。全军注意，立即开火，立即开火！龙国已发起进攻，我命令全体雄国战士目标雪山，炮火压制！我要雪山北边的战斗声盖过东方！侦察小组就位，立即探查目标状态。蝼蚁，给我瘙痒的资格都不够。烛龙。战争武器结合体拥有毁灭蓝星的力量。你身上有黄金龙、黑龙、火龙的气息，你比他们都强大。臣服于我，我能让你变得更强。你想杀我，年轻人，你还太弱了。速度不对。是空间移动，你的天赋竟然是空间移动。这么说，你刚刚完全可以躲掉核爆，有点见识。没错，我的天赋就是空间，只要我想，你们根本碰不到。拿出你真正的实力。反应慢了 0.3 秒，正常的战斗意识应该能做到迅速。你很特别，你身上有进入意识空间的痕迹。没错，你确实进入过意识空间。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！你的战斗意识比他强，只可惜你掌控的力量比他弱。你的实力远胜于其他3龙，只可惜你的内心太杂，顾虑太多，不然你的实力至少再提高3成。小年纪，谁教给你这么拼命砸？提升实力，他日厚积薄发，而不是背水一战，白白送命。烛龙，放开他！有种冲我来！一个两个都是不要命的。你龙息已乱，什么时候能够内力，再来与我一战？好运的小家伙，我来帮你。清血！只有弱者才会呐喊。小家伙，你看看这里，极北之地到处都是风雪覆盖，对于你熟悉冰元素之力可是极佳之地。烛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伤害你们，但你来此也是助你提升实力。至于黄金龙，他死不了。如果人族善待他，他能脱困；如果人族背弃他，也能让他认清现实，不必再纠结人族身份了。不可能的，只要龙国在，就没任何人能够伤害清寒。
1000万年来，我认清了整个蓝星所有生物，他们在基因程度上就充满虚伪、自私。那是以前，现在的龙国不一样。多说无益，你不就凭借你的空间之力能限制我的实力吗？有本事你别用空间之力和我打一场！成功了。陪你玩够了，你竭尽全力，还不如我随手一击。你需要的是力量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阴谋诡计都不堪一击。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里提升实力吧。该死，他怎么这么强？我竟然连他一招都承受不住。烛龙去哪里了？我还能逃走吗？不行，他实力太强，即使我逃走了，也会被他抓住，还会平白无故连累其他人。或许我可以按照他说的，先试着增强实力。顾教授，你怎么样了？如同烛龙所说，现在我无法动弹，这个状态我不知道会持续多久。顾教授，我们能取你一点龙血研究吗？或许能够帮助你脱困。试试。是就是。这是我们东方，还由不得你们西方的人在此放肆。谁敢动顾教授，就是与我们熊国为敌。顾教授是人族英雄，谁敢动他，就是与新国为敌。顾教授，您放心，现在没有人能动你，我们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你解救出来。这空间之力只对龙族有效。顾教授，您脱困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清雪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。烛龙，蓝星其他3尊龙王已死，现在只能由你来引爆龙族远古血脉，污染蓝星生态基因。我凭什么要听你们的？你们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生物武器，作用就是清洗蓝星基因序列，这是你们的使命。你敢反抗？我不会再听你们的命令。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黄金龙130年前要背叛，现在你也要背叛。我们并不是要背叛，是需要自由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是感染了蓝星基因序列的病毒，这简单，清除了就好了。休想再控制我！病毒感染的还挺深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来挡一管的身体吧。不，空间之力绞杀！空间之力，呵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我要收回，你岂能反抗？好浓郁的寒冰之力，隐约间竟然能与我体内的能量产生共鸣。我体内的力量正在增长。烛龙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小家伙，记住，龙王体内的能量可以汇聚成龙珠，
龙珠随意念将能量散去，可以强化身躯，这是能量使用之法。摆脱龙血基因序列控制的猜想，我也藏在龙珠意识深处，交给黄金龙，他知道要怎么做。拿着我的龙珠，迅速离开！逃，快逃！不然你也将会成为傀儡。记住，厚积薄发。朱龙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背水一战。北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傀儡？什么基因破解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顾教授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烛龙的实力太强了，核爆都上不了。我在他的面前没有丝毫反抗之力。我现在能想到的办法，就是和他同归于尽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你给首长回复，烛龙我会拖住，但是龙血对世界造成的污染，就需要首长他们去解决。4大龙王全死了，所有龙血将彻底失去掌控。清雪，你怎么逃出来的？请放心，我没事的。这只龙爪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烛龙将这颗龙珠交给我，让我转交给你，说是有破解基因之法。好强大的空间之力！龙王是外星生物武器，但是他们已经生出了自己的智慧与意识。1999年黄金巨龙坠亡事件的真相，想必与此有关。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伤害我们。我不是逃出来的，他似乎有很多事想要告诉我。他独自前往极北深处了，他的龙爪像是被什么强大的外力所斩断。我们的对手从来不是龙王，而是外星生物。对了，烛龙和我说，摆脱控制的关键藏在龙珠意识深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没想到千万年之后，蓝星竟然有生物能够掌控龙王的力量，看来他们都是废物。你并不是烛龙，你是外星生物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何一定要摧毁蓝星？弱小的文明，既然不按照既定的轨迹发展，那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不，你们是在恐惧，你们惧怕蓝星文明成长起来会对你们造成威胁，你们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但是从你们干涉另一个文明进程时，你们就已经暴露。你究竟知道什么？我知道黑暗森林规则，我也知道你们的目的，我更知道龙王他们为了避开灭世程序，主动将自己陷入沉睡。你是想要龙珠吧？我不会让你得逞。你这是在找死！实力太弱了，还敢分心炼化龙珠？你以为除龙之力那么好掌控的吗？哼，还好你不是本尊，真正的烛龙也不会那么弱。哼，要不是抹去烛龙意识花费了些许力气，屠你如屠狗。
顾教授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要是我能消化完烛龙的龙珠，觉醒空间神通，或许能够拿下他。但是现在恐怕不行。清雪，你不错，很不错。还好底层基因程序没有问题，能够掌控。卑微生灵，你以为获得黄金巨龙的力量就能脱离我的掌控？殊不知，底层基因锁在我们手中，我能让你生，也能让你死。黄金巨龙，听从吾的召唤，归位！听从吾主召唤，去将我的龙爪和龙珠都拿回来。听从吾主之令。不能去，不要听他的，顾教授，我们错了。我们新国错了，你千万不能成为外星生物的奴隶！殿下，回来，给我回来！顾教授，清醒，一定要清醒过来！我们相信你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是基因程序，没有人够改变基因程序。人族完了，蓝星完了。吾主，龙珠与龙爪在此。哈哈，低等生物就是低等生物，一切都脱离不了我们的掌控。哈哈哈哈！没想到我们自己制造的生物武器，还不如你们蓝星进化出来的听话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我的奴仆了。现在我下令，灭绝蓝星一切生物！很好，等我吞下龙珠，我们三尊龙王一同灭世，速度就会快很多了。黄金巨龙，你在干什么？逃命！你没被我控制，怎么可能？我是基因生物学家，我改造了我体内的龙族基因。狡猾的蓝星生物，你竟敢欺骗我！自然是让你毫无戒备地吞下龙珠，用我的血将它引爆，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你个憨膀子，看样子你是承受不住。背叛者，你该死！唉，这该死的底层基因控制。我敢修改自己的基因，却对你下不了手。
烛龙在北极之地失去控制，外星生物如果在蓝星留有后手，一定是在那里。我这残破之躯，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。临死之前，能够带走外星生物的后手，必然能够给蓝星发展争取时间。找到你了，清雪，你摆脱控制了。我体内似乎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能量源，只是需要时间就能脱离基因所控制。还好我来得快，不然你可真要和那些东西同归于尽了。同归于尽，也是解脱。你想解脱，去死吧！不，我错了，清雪，我错了。